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去分享的是 BG 技术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去定它的长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定长度通常的分区方法是分前后分区，从 ETP 的位置分到它的耳上点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从它的后部开始去进行修剪。那我们呢去定长度比例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要去找到它的一个1:1.4的位置。今天我们的长度是1:1.4。好，宽度为1，长度1:1.4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所有的头发呢都固定在自然垂落方向这个位置切水平。由于呢我们是要去操作出来只是定长度而已，后期呢还会有剪有层次，所以说呢不需要去非常麻烦的把头发完全贴紧皮肤去修剪。好，所有头发梳到后部切一条线。第二步，侧部的头发延伸它的后部，这个时候要注意后部呢由于向后梳理，这个地方会多出来一点角，我们呢要把这个角给它磨掉。好，延伸侧部切平。好，延伸侧部切平就可以了。通常情况下呢，我们定长度都会去切水平的效果。好，另外一侧。头发梳到它自然的位置。记住，把后部多出来的角去给它磨掉。好了，我们第一步呢长度就定好了，下边的话呢我们进行结构裁剪。好了，下面呢我们开始结构裁剪。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分区，分区呢是前后分区，从它的 ETP 分到耳上点，然后再从它的黄金点分到耳上点，再从它的后部呢枕骨点分到耳后，然后分出一个后部的上下分区。那么我们第一步呢先去定出来它的一个重心落点，也就是它层次的落点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的定层次落点呢，把整个头发发长呢分成4等份，我们分到它3/4的一个位置，也就是3:1的位置，一半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一半的位置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定层次的一个高度。然后呢，我们以这个层次长度为参照，后部呢我们分垂直发片，角度45度。因为是 BG 技术，就是向后提拉，然后低角度操作，所以说呢我们是45度提升。梳理完以后，再拿到我们定的重心落点长度，然后2点一线进行连接就可以了，与我们的外线进行连接。好，这个时候要注意了，我们切完的切口呢一定要进行精修和检查，因为呢这个是我们整个后区的导线。左右轴我们走方，走4角啊，2靠1。那么我们去切方的时候呢，经常会出现切着就会切圆，或者放长了多少不好控制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以2靠1去控制整个后部的一个形状。我们呢方形呢其实就是把所有头发都拉至同一个方向，拉到平行的一个面上进行修剪，它才更容易切方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切完的头发呢是拉到同一个平行面上修剪。好，右侧我们用下剪法。由于呢有这个肩膀呢，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手位。这边呢不好梳理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多梳几次。好，同样的方法，然后2靠1、3靠2的方式去修剪。修剪完以后，我们去检查我们整个修剪后部的一个方形结构，确保没有问题，我们再继续往后走。OK， 当我们检查完以后呢，后部会形成一个方形的一个干净的结构。好，确定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剪它的第二个区域。
好，第二个区域呢，相同的方法，以我们定好的层次落点与我们下区去连接，角度45度，水平向下45度啊。好，梳理到这个位置，2点一线去进行连接，同样的拉到一个平行面上去进行修剪。2靠1 3靠2这样的拉法片方法，当然它的原理是拉到平行的一个面上去进行修剪。好，到达这个边缘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几乎全部固定在转角的这个位置进行修剪。好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呢，清晰的看到这个发片提升的方向，所有头发都固定在转角这个方向，接近于固定导线的方法去修剪整个后部。好，另外一侧。同样的方法，全部头发转角处以外的固定在转角的方向去修剪。如果只是单纯的理解为2靠1 3靠2，那么转角这个位置就很容易剪缺。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再去修剪的时候要注意，是拉到一个平行面上，同一个方向去修剪，不只是2靠1 3靠2。好，后部的下区呢就已经操作完了，那我们再来它的第3个区域。那刚刚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分出这个区域呢？是因为我们要找到黄金点的头发去定它的重心落点。因为我们从上面去定它的重心落点的话，最终呢这个地方会比较重，还要进行磨角，那它的整个层次中心就会发生变化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单独的把黄金点以上的区域分出来，去单独进行修剪，就是为了去分出来它的黄金点的头发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提拉水平延伸下区的斜切口，延伸修剪就可以了。好，转角以外的头发，我们要注意固定在同一个方向，固定在转角的方向去修剪。另外一侧。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在去剪方的时候，再去剪方形结构的时候，尽可能的不要来回动我们客人的这个方向啊，尽可能的固定的一个方向不要动，这样呢，我们才更容易去稳定我们切的这个方形的结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整个方形的结构呢，还是非常 nice 的啊，好，还是非常好的。那么它的后部呢就操作结束了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侧区。那侧区头发呢，我们要注意了，在去操作侧区之前，我们呢这个地方由于往后带的比较多，会比较长，所以说我们先去进行它的前后连接这个地方去进行磨角。那么我们磨角的方法是正侧方向后45度的方向进行磨角。好，梳到这个位置，然后以最短的头发把多余的去掉，提拉角度45度，相当于上下角度45度，前后这个它会形成的效果呢会更加自然一点。好，这边再看清楚，以最短的头发把多余的去掉，拉到45度的位置，前后45度，上下45度。好，这个位置切完以后呢，我们要记得衡量一下长度，去对比一下，这样呢更方便于我们去修剪整个侧区的对称度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开始去修剪它的侧区。侧区呢我们分出上下分区，从它的骨梁区去分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分区啊，从骨梁区分出水平线就可以了。那么侧区的操作方法呢，我们要提拉到正侧方向后45度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建立一个45度位置建立一个斜方啊，和同样的我们角度依然是45度，跟着我们刚刚去角的导线去修剪就可以了。好，注意原位啊，正侧方向后45度的方向，上下角度45度，在这个位置建立一个斜方。
好，相同的方法，斜方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不只是2靠1，我们是将整个侧部的头发带到同样的一个平行面上进行修剪，确保呢在我们正侧方向后45度的这个位置呢，去建立一个方形。就当我们把所有头发都拉到它向后4连接，不和它的后部连接，因为后部呢它的头发的流向是向四周放射的，所以你与它连接的话呢，它就会剪短。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重点。正侧方原位向后45度的位置带，以下区的头发为引导，水平提升，延伸这个切口切掉就可以了。依然走斜方，我们呢今天去切这个1:1.4的长度比例呢，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再去适当的拿短一点。今天我们剪这个长度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还要用这个长度的头发呢去剪另外一款，也是 B 技术。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进行长度的一个变化，可以剪1:1.3呀，或者1:1.2啊，都可以用这个操作方法去进行修剪。好了，这以外，另外这一侧相同的方法，向后45度，向下45度，延伸后部切掉就可以了。由于呢我们后区的转角位置刚刚已经进行了检查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很自信的去修剪它，能够保证它两侧的对称度。上区头发水平提升，不要和后部的上区头发连接，向后45度，延伸下边的切口。好，剪到剪没有头发可剪为止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它的一个整个两侧的头发呢就已经完成了，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呢？前后流畅连接的效果啊，是一个后短前长的一个效果。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去进行操作呢，依然同样的拉高角度啊，然后向后带45度的位置，以黄金点头发为引导线，把多余的角去掉。好，我们可以降低一些。左右轴依然走方啊，依然走方，所以它可以和我们的后区呢去进行一个很好的连接，结构进行一个很好的连接。好，高角度向后45度的位置。OK， 这里已经连接好了，进行它的一个顶部的头发前后的连接。同样的要向后带，向后45度的方向去带，然后进行磨角，方形切口。好，所有头发都带过来。如果说我们喜欢顶部头发柔和一点的，我们也可以进行它的转角这个位置的磨角。好，这个呢大家去灵活运用就可以了，也可以进行这个磨角，它就会整个顶部的层次呢就会变得柔和一点点啊。好，向后45度的方向去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整个 BG 技术的后短前长幅度比较大的这种效果就已经操作完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湿发的一种感觉。那这个技术呢，就是为了练习大家去呈现这种后短前长结构的操作控制力，以及去锻炼大家呢3比例黄金3比例，就1:1.4，然后3比1啊，重心落点3比1，然后呈现后短前长前倾效果幅度比较大的这种结构的一个操作方法。好，下边的话呢，我们去进行吹风，然后进行它的一个干发精修。好了，我们已经用我们之前讲过的吹风方法呢，去把头发吹好了。下面呢，我们进行结构精修，要围绕着标准，围绕着结构去操作，然后去给大家去分享。那么等到我们进阶阶段呢，还有研修阶段呢，都会去给大家去分享到更多的一些演变和变化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内容呢也会有进行商业的组合运用，包括我们的一些更丰富的打包方法，都会给大家去分享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还是围绕着去如何理解黄金3比例，如何理解结构，如何理解左右轴这些操作方法。好，我们把头发呢拉起来，把它的平切口给它去进行一个柔和。那么我们柔和的时候要注意，它是可以选择我们柔和的时候去的多或去的少的。但通常情况下呢，在转角的位置都会去的稍微深一点点，这样它拿走的量呢会多一些，整体呈现的会柔和一些，会更收紧。那通常呢，后部枕骨位置的量感区呢，我们都会去的浅一点点，适当的保留它的量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去另外一侧，又到了转角的位置，我们可以去的深一点点。那么这个结构精修呢，我们除了柔和发尾之外，还有就是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个切口。如果说切口有问题了，我们及时的去进行调整。那通常呢，公仔头它的湿发与干发的变化并不会特别明显，但是如果说给客人去修剪的话呢，我们呢有可能湿发和干发的变化会反差比较大，那我们就需要去进行打磨和精修。像这种反差小的呢，我们只需要进行发尾柔和去观察哪里重哪里轻，去平衡它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呢看一下它的一个外线。外线头发呢一样的进行一个精修。那么现在我们的外线呢是一个偏向于水平的效果，后续呢也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比较圆润的修饰脖颈的这些操作方法。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好了，那么我们这一款呢是用到了黄金3比例呢是第一是长度1比 1.4， 宽度是1，长度是 1.4。然后它的一个层次比例呢，重心呢是3比1，整个发长平均分成4等份。那一半的位置的时候呢，就是2比2，那一半靠下一半，那就是上面3份，下边1份的层次就是3比1也就是3/4的位置。那么我们整体呈现的一个结构形状呢，呈现的是后短前长也就是 BG 技术前倾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的第3个比例关系。那么今天我们剪的这个比例关系呢，是利用后部方形结构，然后侧部斜后方形45度方结构组合而成的，它相对于向前倾的斜度会比较大那么下一款呢，会给大家去分享到斜度会比这种斜度稍微小一点的这种 BG 技术。那么 BG 技术呢，是从后向前去修剪的。通常我们剪后短前长的发型呢，都会从后部开始去下刀，这样更容易保留前面长度。那如果说我们要剪一个前短后长的呢，我们会从前面开始下刀那就是 FG 技术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去分享的就是 BG 技术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围绕着 BG 技术这样的一个技术点，这样的一个结构去学习那接下来呢，还会给大家去分享更多的演变，更多的变化，逐步的把技术学完以后，然后开始给大家去讲组合运用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结构呢就到这里，下面的话大家看一下效果。